这一期呢将为大家解释什么是五雷的奥秘。那么之前呢咱们对于雷法呢有所了解，这期呢我就会于法术中所能召的神雷的细节呢为大家详细的说明一下雷法中所召唤的雷都是什么。在道教中呢，雷作为神秘的天然力量一直是研究的焦点，特别是所谓的五雷，它们不仅呢代表五行的元素，而且与人的生活行为和道德紧密相连。那么说到五雷呢，第一点便是说一下分类和起源。五雷呢虽然在各个道派中都有所不同，但其核心思想其实都与五行五方有关。那么在白玉禅在雷府奏事义勋单章中呢列出了多种五雷的分类，其中较为人知的呢有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太乙雷书，青气木雷、赤气火雷、黄气土雷、白气金雷和黑气水雷，这便是呢叫做五行雷或者叫做五方雷。那么在玉书雷书中又有天雷、神霄雷、水宫雷、龙雷和射雷，在神霄雷书中呢又有风火山水土雷，北极雷书中呢又有龙地神射妖雷。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里面比较重要的不太容易讲解的雷呢细致的说明一下，那么其中五方雷和元素雷呢我就不进行过多的赘述了。首先呢是天雷的解读，天雷呢是神霄派调用的五雷之一，在道法会元第56卷中通过火师汪君的描述所谓天雷呢具备众多神功和神将进行组成控制，它在上辅佐玉帝，在下则管理阴阳，其威德极为重大。当天地需要耕地劫难时常常命令这天雷下至人间，引发巨大的变革和震动，称之为翻天覆地，鼓震乾坤。如此的力量，即使是日月和星宿也难以形容其极致。那么其呢又指出天雷呢是来拯救大地，当使用这雷时必须遵循特定的法坛仪式，不能随意的更改。那么水雷呢也是神霄派所召唤的五雷之一。所谓水雷呢实际上是下界的水部之力，天帝呢授权它来消灭水中的妖物，并为其善行呢给予奖励，使其成为神明之列。同时呢，他也负责救济那些遭受旱灾的地区。要召唤水雷呢，必须呢先向水官呢提交请求，然后上表，按照约定时间呢进行施法换雷。接下来呢是龙雷，龙雷呢同样作为五雷之一呢，是天帝赋予龙宫的权利。它有着众多的神将和神兵，为的是辅佐龙君维护仙路的安全。那么这同样也意味着龙宫呢是仙路的守护者，同时呢龙宫的藏有大量的仙经宝书，这些都是天地所赋予的。而龙雷呢则负责保卫他们，也就相当于所谓的密库守卫一样。并且呢龙雷的主要任务呢是救济那些遭受旱灾的地区，若是要召唤龙雷，同样必须上表，得到同意，然后速速行动。龙宫呢必定会答应给予配合。那么接下来呢便是射令雷。射令雷呢在五雷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种类，因其呢不遵从天地的命令，射令雷呢又被称作为妖雷，它也是神霄派所召唤的五雷之一。射令雷呢实际上是由那些在战场上死去或者在家中呢因为愤怒而死的那些有忠诚勇气的人呢所聚集在一起的精神体，它甚至可以捕捉圣龙，还能在不适当的时候呢引发风暴和雨水，但其主要目的呢是为了寻找血石来供自身修炼。所以说呢射令雷呢不可控性大大增加，虽然它可以同时带来福祉，但是呢也会有带来灾难的可能，这是一把双刃剑。换话又说回来，要驱使射令雷呢必须要得到本地城隍和本地其他神明的同意才能进行仪式，并且呢射令雷只能用来求雨，不可以另作他用。神雷呢由三界护卫神将把持使用，他们居住在三界之中，随时呢准备行动，代表天意来实施劫难的降临。每年4个季节他们都会发出命令带来雨水，但是呢如果说社会中的人们呢行为不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或者说在前世和现实都有恶行，三观呢就会上报，然后天帝会命令用神雷也惩罚这些人，也就是所谓的天谴。要召唤神雷呢必须要先得到三司的同意，然后呢上报给九都才能继续使用。最后呢便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雷，叫做人雷。人雷呢其实同样呢也属于召雷的范围内。道教认为呢人雷中呢有雷公12个，他们主要的任务呢是惩罚那些做了坏事的人。根据太上说朝天谢雷真经中的描述人雷主持的共有12种罪行，对应的共有人雷12雷公。
如果人们呢犯下了这种罪行呢，就会由对应的雷公进行处罚。如果想要避免受到处罚，就要燃香祈祷，真心实意的改过，并且保证永不再犯。这也是道教教导人们向善而生的生活方式。